來你已經摊牌了。没错，3天后我要和他对簿公堂，我要让他在法庭上净身出户。林婉和、顾宇轩离婚一案现在开庭，请控方辩护人先行陈述。尊敬的审判长，我方认为被告人顾宇轩婚内出轨，已经严重破坏了我方当事人林婉女士的婚姻，应当净身出户。林婉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审判长，我和林婉结婚3年。我每天不是在公司加班，就是在家里陪着她。我对她倾尽了所有，我甚至把自己的肾都换给了她。但她不仅背叛了我们的婚姻，還企圖通過離婚來分割我顧家的財產。这为了錢一點點的，苏姐，真惡心。尊敬的审判长，各位親朋好友，我有證據證明我的丈夫顧宇軒出軌了。出軌了一個人偶。自從1年前顧宇軒帶回了這些人偶之後，他整個人都變了，不僅每夜夜不歸宿，整日待在這個辦公室裡，甚至還要求和我分房睡。老板，老板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宴会马上開始了，咱們趕緊走吧。好久不見呀！最近的項目進展還順利嗎？哎，歡迎歡迎歡迎！婉婉，你終於來了，大家都等你切蛋糕呢，快去許個願吧。我的願望是，立刻結束這場令人作嘔的謠言。老板，你幹什麼啊？顧宇軒，我要跟你離婚。老板，老板，你別胡鬧了。今天是咱們的結婚紀念日，哎呀，是不是我哪裡做的不夠好，讓你不高興了？你做得很好，好到可以一邊扮演一個深情的丈夫，一邊出軌你辦公室裡的人偶。婉婉，你別開這種玩笑，這麼多客人看着呢。玩笑？你覺得我像是在開玩笑嗎？那就是一個普通的人偶模特，用來展示衣服的，你非要為了這種事情鬧嗎？展示衣服，顧宇軒，如果我們離婚了，你就不用再繼續表演了。你想用那個人偶展示什麼衣服都可以。林婉，你夠了！顧總這麼愛你，當初你生病，他毫不猶豫就把自己的腎換給了你，你今天居然用這種理由要和他離婚？蘇妍，你別說了。顧總，我說錯了嗎？她就是一個鄉下來的野丫頭，真把自己當鳳凰。要不是顧總，你一輩子都沒有機會站在這兒。你一個助理，有什麼資格跟我說3道4？蘇妍，她雖然是我的助理，但是我早就把她當成我的妹妹了。婉婉，你能不能不要鬧了？如果你不喜歡那個人偶，我今天就可以把它處理掉。不必了，離婚協議我已經放在你的床上了，記得把字搶。你非要跟我離婚，是不是因為那個男的？什麼男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別裝了，我們都看到監控了。你昨晚在酒店門口和一個男人摟摟抱抱。
这是昨晚在云顶酒店前拍到的。您的夫人林婉，她又去见那个男人了。今天是我和婉婉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，不想计较，把视频删了。我就说他这个人不安分吧，整天勾三搭四的。我还听说他婚前就很乱，顾总真是瞎了眼。你别乱说，婉婉不是这样的人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小婉，离婚可不是儿戏，有什么咱们不能回家好好说的吗？是啊，婉婉，宇轩要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爸妈给你撑腰。婉婉，这顾宇轩这么的踏实顾家，又是设计师，这工作室里面有人偶，很正常啊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，这婚我离定了。这人真是不知好歹，忘恩负义的。婉婉，我们5年的感情，你真的要对我这么狠心吗？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。顾宇轩，收起你那种虚伪的表演。既然你不想离婚，那我们法庭见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他昨天在结婚纪念日的宴会上把蛋糕都掀了，还吵着要闹离婚。听说了啊，非得说顾总出轨了办公室的人体模特，这太扯了。哎，我听说是他在外面有男人了，还是个老男人，所以他才会闹这出。都在干什么？不用工作吗？哎，婉婉，这是我在法国特意找人给你定制的项链，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，我始终爱你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顾总的心意我承受不起，今天我来只是来收拾东西的。这条项链，你还是留给你的人偶戴。林婉，你简直不识好歹！宇轩哥，明明是他出轨在先，你都这样低三下四了，他居然还这个态度！苏妍，你闭嘴。婉婉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你想打我骂我都可以，我们重新開始好不好？不管你在外面做了多麼出格的事，我都可以不計較，只要你可以回心轉意。不計較，顧總還真是大度啊！婉婉，你看，這是我們一起設計的禮服，你還記得嗎？你說他們象徵着我們的愛情，一生一世永不分離，所以我把它放在公司最矚目的位置，這是我們的誓言。婉婉，你幹什麼？誓言作廢。到底為什麼？啊，不就是個人偶嗎？你不喜歡我扔掉就好了。你為什麼要這麼踐踏我們的愛情？顧宇軒，你還不明白嗎？我已經不愛你了。我現在看到你，只覺得惡心。林婉，你就是忘恩負義的賤人！宇軒哥，他已經無藥可救了，不值得你愛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既然你這麼絕情，那就當我過去5年的真心為了一條狗。我們法庭上見吧。我有證據證明我的丈夫顧宇軒出軌了一個人偶。林婉背叛了我們顧家，讓我們顧家成為了笑話。今天必須要個說法。
拿我們家宇軒出軌人偶這種荒唐的理由分割財產，一定贏不了。肅靜，庭審現在開始。尊敬的審判長，我方認為被告人顧宇軒婚內出軌人偶是對婚姻神聖的踐踏。我方當事人提出離婚，並要求顧宇軒先生淨身出戶。出軌人偶，這種理由也太炸裂了吧！我看他是想錢想瘋了吧？這種理由都說得出口。審判長，他在撒謊，明明是他先出的軌，我手里拿着的就是他出軌的證據。請播放視頻證據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是林婉在深夜与其他男子幽會。现在證據確鑿，你還有什麼話可說？林婉，平日裡我們待你像親生女兒一樣，你怎麼能背叛我兒子呢？審判長明鑑吶，該淨身出戶的是这個不守婦道的女人。我就說吧，他就是在賊喊捉賊，明明自己紅杏出牆，還說人家顧宇軒出軌人偶。呸！這種話誰信呢？就是，這林婉一看就是個騷貨。聽說他以前啊就是小三上的位。肅靜，請大家注意法庭紀律。林婉，對這段視頻你還有什麼想解釋的嗎？沒有。你當然沒有，因為這就是你出軌的鐵證。我方當事人不過是和朋友抱了一下，這也算是出軌證據。審判長，您認為呢？本庭認為，與他人擁抱屬於正常的社交行為，不能單憑此視頻認定女方存在過錯。審判長，我同樣也準備了視頻證據，我手裡的視頻可比剛剛那個刺激多了。不是林婉，我們之間的事情何必鬧到這個地步呢？有什麼話不能私底下講啊？只允許你放視頻控告我出軌，現在不允許我放視頻啊！你在害怕什麼？我最喜歡你穿這種了，你好騷啊！這什麼癖好？這是他竟然在和人偶親熱！這癖好也太詭異、太變態了吧！哎呀，停！不要再放了，不要再放了！你怎麼会有這個視頻啊？林婉，偷拍是違法的。你這是侵犯他人隱私，根本不算是證據。林婉，虧我們之前還拿你當親生女兒一樣對待，你就是這麼報答我們的嗎？你拿出這個視頻來敗壞我顧家的名聲，這心腸也太惡毒了吧！我今天一定要讓你付出代價。審判長，還有各位親友，請聽我解釋。其實我早就知道林婉出軌的事情，因為她一直都拒我於千里之外，她甚至還要鬧着和我分房睡。所以之前有一段時間，我的精神狀態一直都很不好，我就只能通過不停的加班来麻痹我自己。我可能是太愛林婉了，以至於把那個模特當成了她。我承認我錯了，我不該把對你的思念寄托在一個模特的身上。顧宇軒，你真會顛倒黑白。現在說這些沒有用了，視頻裡清清楚楚記錄着你出軌的證據。審判長，請繼續播放視頻。林婉，你有完沒完？這些偷拍的視頻就不能作為證據？你怎麼能斷定我是偷拍的？1年前公司失竊，是顧宇軒自己在辦公室裡裝的攝像頭，而且我播放視頻證據，你一個助理激動什麼？還是說你想幫他隱瞞什麼？當年你生病的時候，是宇軒哥把自己的腎換給了你。現在你不但背叛了他，還要這麼羞辱他，我不會讓你這麼做的。什麼？顧宇軒竟然把自己的腎給了林婉，這也太痴情了吧！
这麼痴情的男人，又怎麼會出軌呢？是啊，就算有癖好，那也是個人隱私。我看就是林婉做的不對，對，就是他做的不對，就是他做的不對，對，就是結婚3年，宇軒哥把什麼都給了你，而你根本沒有盡到一個做妻子的義務，你就是一個吸着顧家血的寄生蟲。審判長，我兒子可是我一手帶出來的，他不會做違法亂紀的事兒，更何況他怎麼能出軌呢？這分明就是一個養不熟的白眼狼，為了分奪我們家的財產，他血口噴人。法官大人，您一定不能輕判，最好是讓他牢底坐穿。牢底坐穿，牢底坐穿，牢底坐穿，牢底坐穿！大家看呐，那個人偶在動。这真的在动，这简直跟真人一模一樣，這會不會就是個人呢？難道林婉說的都是真的？顧宇軒出軌了，就是和這個人偶？不是的，審判長，他就是一個普通的用來展示衣服的人偶模特。顧宇軒，事到如今你還要嘴硬？如果這真的是一個沒有生命的假人，那你告訴我，他為什麼會動？宇軒，這到底怎麼回事？你快向所有人都解釋清楚啊！這是誤會啊！兒子，你怎麼不和大家直說呢？你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啊？宇軒哥平日菸酒不沾，一心撲在工作上，怎麼可能出軌一個人偶模特？我們不要再在這件事上浪費時間了，這都是林婉的陰謀。我的陰謀？法庭之上要講證據。視頻裡出軌的人就是他顧宇軒，那個人偶就是小三。什麼小三？他就是個普通的人偶，大家一定要相信我。你讓我們怎麼相信？總不至於說是他自己活過來了吧？總不至於說是他自己活過來了吧？一個假人怎麼可能活過來？我當然知道不可能，因為那一晚我看得清清楚楚。老公，回家了。我愛死你了。老公，你在幹什麼？開門啊！老公，婉婉，你怎麼還沒回家？你在這兒幹什麼？啊？我聽到了裡面有奇怪的聲音，是不是有其他人在？哎，你聽錯了啊！那個辦公室裡就我一個人，忙着畫設計圖呢。那可能是我聽錯了吧。老公，你今天別加班了好不好？早點回家陪我嘛。哎呀，別鬧，這還忙着趕稿呢。你先自己回去吧，啊。好吧，那你早點回來。好。不對，你辦公室肯定有其他人。不對，你辦公室肯定有其他人。我都說了沒有其他人，你。婉婉，你幹什麼？那你看哪裡有人啊？我看你就是整天疑神疑鬼的，喜歡瞎想。不对，我記得你辦公室裡原來只有3個人偶，這怎麼多出來了一個？最近設計的衣服需要用到新的人偶，這有什麼問題嗎？我感覺他好像動了，他剛好像不是這個姿勢。別胡說，他一個人偶又不是活了，怎麼會自己動呢？哎呀，行了啊，趕緊回去吧，我要着急趕工。這是什麼？這是內衣。你辦公室怎麼會有其他女人的內衣啊？嗨，婉婉，你想到哪兒去了？我最近不是在給一個內衣品牌做設計嗎？這是他們最新的樣品。樣品？我把它放在地上呢，是為了更好的觀察它的材質和垂墜感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樣。你呀，一定是最近太累了，早點回去休息吧。我忙完就立馬回去。
手，我的手动了！别胡说，那就是影子在货，是你看错了。不是，他真的动了。行了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你自己看看，我的设计稿全都被你弄乱了。我最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忽略了你的感受，等我这一陣子忙完了就好好陪你。你趕緊回去吧，你別在這胡思亂想，打擾我的工作了。老公，我回去吧，我忙完就回去了啊。老公，我當然知道不可能，因為那一晚我看得清清楚楚。那天晚上，我是真的被嚇到了，所以才對你說的話信以為真。現在看來，我根本就沒有看錯，那個人偶就是一個人。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，你肯定記錯了，那怎麼可能是人呢？不是人，難道是鬼嗎？搞不好這個東西好像真是鬼啊！聽說這種人形的東西最容易招惹邪祟了。我就說嘛，這顧宇軒啊，一定是被什麼髒東西纏上了，否則這好好的人偶又怎麼可能會動？肅靜，肅靜！法庭之上。禁止傳播坊間迷信言論。顧宇軒，請你如實回答，視頻中的人偶是不是人扮演的？審判長，是不是人扮演的並不重要，因為整件事都是林婉無中生有。您不要再聽信他的誣告，任由他踐踏法律尊嚴啊！請被告注意法庭紀律，不要迴避問題，如實回答審判長提問。我憑什麼要回答？你跟這個賤人污蔑我宇軒哥，誰知道你們私底下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交流？安靜！請男方家屬注意自己說話的方式，否則將按藐視法庭罪處理。顧宇軒，本庭再問你一遍，視頻中的人偶是不是人扮演的？不是的，我沒有出軌，審判長，請您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有證據可以證明我的清白。證據？對，我已經讓人把人偶送到了法庭。是真是假，看一眼就知道了。你說什麼？你說什麼？林婉，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一直揪着這個人偶的問題不放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就用證據來證明我的清白。審判長，人偶已經送到，我請求將人偶作為證據呈上來。同意請求。林婉，只要你現在同意撤訴，答應跟我回去好好過日子，之前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不計較，你還是我們顧家的好媳婦。臭小子，住嘴！他到底給你灌的什麼迷魂湯？事到如今了，你居然還執迷不悟？對，兒子，不管怎麼樣，我們都絕對不可能原諒他。啊，媽，我真的很愛他。收起你那套虛偽的表演，你這副痴情人設真的很可笑。宇軒哥為了你一次次原諒，一次次退讓，而你呢，你就是個蛇蠍心腸的女人。審判長，請允許我展示證據。同意展示。今天我就要用證據讓你這個滿口謊言的女人徹底閉嘴。等等，怎麼，怕我用證據戳穿你的謊言嗎？你怎麼證明這個人偶和他辦公室裡的同一個？萬一你們早就提前動了手，調包了。假人是我親自取回來的，並且全程沒有離開過我的視線，這裡都有記錄，不存在被調包的可能。而且取證時全程錄像，有沒有調包拍得一清二楚？林婉，你還有什麼疑問嗎？既然女方沒有提出其他疑問，請繼續展示你的證據。這不就是商場裡面展示服裝的那個塑料人偶嗎？這看起來沒什麼特別的。是我以前就是開服裝店的，像這樣的人偶倉庫裡一大堆呢。看清楚了嗎？這就是個假人。你說宇軒哥出軌這種東西，你覺得會有人信你的鬼話？明明是你先出的軌，反而倒打一耙，指責宇軒哥的不是。證據就在這兒，你還有什麼話可說？審判長，現在證據確鑿了，林婉就是為了離婚之後想要分割我們家的財產，所以不知道從哪兒弄了這麼一個視頻來誣陷我兒子。他就是個騙子，
不，她就是个罪犯。像她这种心肠狠毒的女人，一定要严惩。这林婉也太坏了吧！她自己出轨背叛也就算了，还伪造视频恶人先告状，这不是让顾宇轩身败名裂吗？就是，像顾宇轩这么优秀的人，他居然还出轨。要我说，这么恶毒的女人就应该去坐牢。对，去坐牢。不是的，你别这么说，婉婉不是这样的人。柯宇轩，我还真是没看错你。你搞出这种自以为是的伎俩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视频里的这个人偶能自由活动，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真人。现在你们抬上来一个塑料假人，这不是把大家当傻子吗？你是说人偶能动就一定得是真人吗？不然呢？难道你是想告诉大家，人偶真的会成精吗？婉婉，你看，这人偶手在动。这跟人一样。电动的？难道人偶可以遥控？审判长说的没错，这个人偶之所以能像人一样活动，全凭我手上的控制器。机器人呢？宇轩，刚刚怎么不直接说呢？是啊，你早告诉我们这些，哪还有这么多事儿啊？爸妈，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拿到法庭上来说。而且我知道，现在我不管说什么，他都不会相信的。在他眼里，我早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。宇轩哥，你管他怎么看你？明明都是他的错。所以我要用证据证明，这一切都是他的谎言，我根本就没有背叛我们的婚姻。你是说，这个电动人偶就是你的证据？就凭你手上这么简陋的控制器，就能让他做出像视频里这么複雜的動作？這麼複雜的動作，這麼一個塑料疙瘩能做得出來嗎？你連大學都沒有上完，有什麼資格質疑？這是我在國外找人定制的機械人偶，採用了最先進的仿生學技術，所以它才能像人一樣活動。仿生學？沒錯，我是國內頂尖的服裝設計師。這個人偶可以根據我的需求變換不同的造型，對我的設計很有幫助。這有什麼問題嗎？沒有問題。不過那天晚上我說它會動的時候，你為什麼跟我說是我看錯了？為什麼要騙我？我那是為了你好，我就免得你有胡思亂想。為了我好，你還真是貼心啊。行啊，既然你說它採用的是國外最先進的技術，那你就讓它照着視頻的動作再做一遍。讓我這個大學沒畢業的開開眼。這不太好吧？那視頻裡的動作太不雅了，這裡是法庭啊！你想什麼呢？我只是想讓他做出一個擁抱的動作，這不是什麼難事兒吧？他在送來之前就已經有些失靈了，我正打算把他送去國外維修。你還真是規劃連篇。他根本就不是什麼機械人偶，更不是和你在辦公室摟摟抱抱的那一個。不，他就是我專門定制的人偶，你不要在這裡搬弄是非。搬弄是非的人是你吧？審判長，我有證據可以證明，這個人偶和視頻裡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個。你的證據是什麼？紅指甲。那天晚上，我清楚地看到。那個人偶手上塗的就是鮮紅色的指甲油。林婉，你不要再編瞎話了。你隨口說的故事也能當證據嗎？尊敬審判長，請將視頻播放到1分18秒的位置。諸位請看，視頻裡的人偶塗着的是紅色指甲油，而現場的並沒有。真的是紅指甲。而且，據我所知。顧宇軒的身邊就有這麼一個喜歡塗紅色指甲的人，是誰？他。不，視頻裡的人絕對不是我。男方家屬，請展示你的雙手。
真的是他，这指甲颜色一模一样。怪不得他一直帮着顾宇轩说话，难道他就是这个人偶小三？妍妍，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吗？简直不知廉耻！没有，不是我，我一直把宇轩哥当做亲哥哥，怎么可能和他干那种事？妈，视频里的人真的不是他。不是他，那你就告诉大家，视频里那个涂着红色指甲与你缠缠绵绵的人究竟是谁？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红指甲算什么证据？现场涂红色指甲油的人又不止我一个，我刚刚进法庭的时候就看到了，好几个人都涂着红色指甲。对，你的好闺蜜秦心颖指甲也是红色的，你怎么会怀疑她？你不要笑口喷人啊！不是我。林婉，你看清楚了吧？涂红指甲的人这么多，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证据，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涂红色指甲油的人偶。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了。我知道了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，AI 视频层出不穷。我怀疑这段视频根本就是假的。大家请看，现在网上的 AI 技术甚至可以让一只熊像人一样坐着吃火锅，画面逼真到肉眼根本无法分辨。那么编造一段以假乱真，给人偶加上红指甲的视频，岂不是非常容易？你的脑洞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所以，我充分有理由怀疑林婉提供的这段视频根本就是后期用 AI 技术合成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污蔑宇轩哥，企图在离婚中侵吞顾家的财產。你还真是能扯，可惜这里是法庭，不是菜市场。就算你要怀疑我，也请拿出证据。林婉，我们之间的婚姻是出了一些问题，但是你没有必要借此机会污蔑我的家人吧？什么出轨人偶、红色指甲油，你这些理由实在是太荒谬了。你觉得在场会有人相信吗？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毕竟这麼離譜的劇情，就連最狗血的電視劇都演不出來。所以你的視頻就是偽造的。你說錯了，我沒有偽造任何東西，因為現實往往比電視劇更離譜。諸位請看，針對被告方對於視頻真實性的質疑，我們早就委託了權威的司法鑑定機構進行專業的鑑定。這份就是鑑定報告。報告可以指出，這段視頻絕無任何後期處理。審判長，請您過目。報告真實無疑，視頻證據有效。這麼說來，這個視頻確實不是偽造的。那這顧宇軒出軌就是鐵板釘釘的事兒了。兒子，你老實的告訴媽，視頻裡的人到底是不是蘇妍？不是，媽，請您一定要相信我。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還不打算說實話嗎？顧宇軒，本庭再問你最後一遍，視頻中的人偶究竟是誰？別問了，我求你們別問了。審判長，既然他不願意說，那就由我來揭露真相。如果你是想要財產，我們可以協商分割，但是我必須要聲明，我絕對沒有出軌。現在說這些，你不覺得有點太晚了嗎？最後一個視頻剛剛送到，這裡面清清楚楚地記錄了那個人偶，哦不，那個小三的真容。這個視頻我也還沒有看過，跟各位一樣，我也很好奇，那個破壞我婚姻的女人究竟是誰？林婉，你確定要播放這個視頻嗎？你真的不打算給彼此留一點退路？我們之間早就沒有退路可言了。審判長，我方申請播放關鍵證據。同意。放了你會後悔的。怎麼會這樣？林婉，這竟然是林婉，怎麼會是她？所以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出軌視頻。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這個視頻一定是偽造的。林婉，視頻明明是你自己拿過來的，你不是還有專業機構的檢測報告嗎？怎麼現在又改口說是偽造的？不，一定是你們調包的，一定是這樣的。蘇妍，我知道你就是那個人偶，你這個小三！你。肅靜。
请女方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林婉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我没有出轨。我一次次的阻止这场闹剧，就是想给彼此留足余地。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懂我的苦心呢？我一直都在给我们寻找退路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顾宇轩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没有想到你提前做好了这么多的准备。我只是把事實說出來，我不想再讓你傷害我身邊的人。你住口！你住口！你少在這裡假惺惺的裝好人。審判長，我發誓這個視頻一定是被調換了。我這裡有視頻原件，我申請休庭，等拿回原件之後重新播放。夠了，林婉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編造謊言了？你所謂的出軌，從頭到尾都是你的幻想。幻想？宇軒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啊？本來我不想說的，可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說出實情了。林婉她這裡有問題。抗議！被告在對我當事人進行人身攻擊。顧宇軒，請注意你的言辭。審判長，我請求傳喚證人，他可以證明我不是在人身攻擊，而是在陳述事實。同意請求。審判長，各位好，我是顧先生家庭醫生賈毅，我可以證實顧先生剛才所說句句屬實。林婉女士患有嚴重的妄想型精神障礙，所以她一直幻想顧先生出軌，這是診斷報告，請審判長過目。這不是真的。宇軒，生病的事兒你怎麼一直沒告訴過我們呢？請允許我解釋一下。曾在半年前，林婉女士曾懷有身孕，一場意外導致她流產。從那時起，她的精神狀況就出現了問題。顧先生一直隱瞞此事，就是為了讓妻子有一個安靜的療養環境。不過，這個病除了敏感多疑以外，還伴有強烈的攻擊傾向。什麼？我說他那天怎麼想殺我？兒子，婉婉。你們在家嗎？都是你害的。哎呦，這家裡弄得亂七八糟的，也不知道收拾一下。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。婉婉，都是你害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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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婉婉，你怎麼在這兒？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。血，婉婉，怎麼這麼多血？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。狗，我養了這麼多年，就這樣讓他給殺了，我還差點找到他的毒手。他在說謊，情況根本就不是這樣的。林婉，到現在你還要否認嗎？那天要不是我及時阻止，後果簡直就是不堪設想。他這個瘋子發起瘋來，連婆婆都要殺，簡直就是一顆定時炸彈啊！要我說，顧宇軒趕緊跟他離婚吧。肅靜，保持法庭紀律。你在胡說，那天的情況根本就不是這樣的。那這條疤呢？那天宇軒哥雖然攔住了你，但還是被你用刀劃傷。事情過去了這麼久，你和大家道歉了嗎？現在還要抵賴？不，大家不要怪他，是我沒有照顧好他，才讓我們的孩子沒了。爸媽，你們要怪的話就怪我吧。顧宇軒，這一切都是我的錯，在他最需要我的時候，我沒能夠給他足夠的安全感，我不是一個好丈夫。所以，即便他懷疑我出軌一個人偶，我也從來沒有怪罪過他，因為我知道，他只是病了。顧宇軒真是太痴情了，都到這個時候了，還在為林恩考慮。宇軒哥，你何必把所有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？當年他重病，你毫不猶豫就把自己的腎換給了他，試問有幾個人能做到？你一直把他視若珍寶，為他付出了一切，而他呢？他為了分財產，可以不惜毀掉你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林婉，不論別人怎麼講，就算你今天是要淨身出戶，我也會為你安排好以後的生活。至少你在離開我們顧家以後，不至於流落街頭。
他都这樣對你了，你還要管他？這種人就應該讓他自生自滅。我們家的錢，他別想拿走一分。爸媽，畢竟我們夫妻一場，這也算是我對這段感情最後的一個交代。顧宇軒，你夠了！你是在施捨我嗎？我不需要。你們顧家的一切，本來就都是我的。林婉，你是不是瘋了？我兒子可憐你，他願意給你一些補償，你別給臉不要臉。當年要不是宇軒救你，你都死了，更別說踏進我們顧家大門。他居然還有臉說顧家的一切都是他的，呸！真是可笑。这种人就应该送去精神病院，1分钱都不应该給他。我再說一遍，我沒有精神病，那份病理報告是假的，真正出軌的人是他顧宇軒。宇軒哥，他不僅不感恩，還污蔑你，這樣的人，他根本不值得你繼續付出啊。你說的對，從今以後，我們恩斷義絕。審判長，這是我過去3個月搜集的證據，照片上清晰地顯示林婉與不明男子多次出入酒店，行為舉止非常親密，已構成婚內出軌。審判長，這些照片我可以解釋的。全庭起立。我可以解釋。本庭根據現有證據，認定林婉女士在婚姻關係中存在重大過錯，應當承擔相應的。我可以解釋。林小姐，完了，完了！林小姐怎麼了？婉婉的生命復發了，快叫救護車！基於原告突發緊急狀況，本案宣判暫緩。顧總，法庭上的證詞我按照您交代的說了，但是這林婉確實沒有達到精神病的診斷標準，這作偽證我是要坐牢的。判刑，夏夜，需要我提醒你嗎？你在外面欠了幾百萬賭債，要不是我出手，你還能完好無損地站在這裡嗎？是，顧總救過我，我肯定感激不盡。林婉想要通過離婚來分我的財產，我不過是在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，有什麼問題嗎？沒問題，顧總做的沒錯。供詞的事兒，你爛在肚子裡，就不會有其他人知道。是，我肯定守口如瓶，全聽顧總安排。對了，顧總，您辦公室這人偶，它到底是不是？難道你也覺得我出軌了一個人偶？沒有，顧總，您忙，我還有事，您先忙。親愛的，我馬上就要離婚了，我們很快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婉婉，你总算醒了！你今天在法庭上突然暈倒，嚇死人了。我暈倒了？你最近壓力過大，就不按時吃藥。我已經叫醫生幫你檢查過了，說沒有什麼大問題，讓你放平心態，好好休養。謝謝你，欣欣。對了，我暈倒之後，當庭審判了嗎？當時法院上一片混亂，審判長就宣布暫時休庭，說你身體狀況好一些，再擇期開庭。那就好。婉婉，婉婉，我在外地一接到消息就趕回來了，沒事吧？婉婉，他是誰？看來婉婉還沒和你說啊。我和婉婉在一起已經3個月了。婉婉，你，所以顧宇軒在法庭上提供的那些照片都是真的？你真的在婚內出軌了？婉婉，你怎麼能這樣啊？這顧宇軒對你這麼好，你生病的時候他連自己的腎都願意給你，你怎麼可以背叛他呀？欣欣，你還是太天真了。顧宇軒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種好人，你所看到的不過都是他精心營造的深情人設罷了。欣欣，我們是10幾年的閨蜜，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。我跟你發誓，我絕對沒有騙你，你也絕對不會背叛我的，對嗎？
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的。那我和丁鹏的事情，你就当做不知情，千万不要声张出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顾宇轩现在手里有着我出轨的证据，形势对我们很不利。但是这场官司我必须要赢，顾家的财产我一定要拿到。可是那些照片已经被法庭采信了，一旦宣判，你就会净身出户的。别担心，我已经找到了新的证据，等把这些证据拿出来，必定能让顾宇轩和整个顾家万劫不复。他居然出山了。你認識他？秦正，我們業界的傳奇，經過他手離婚案，從無敗績，不是花錢就能請來的。這次啊，你要做好心理準備，顧宇軒要置於你死地。巧了，我也是這麼想的。現在繼續審理林婉、顧宇軒離婚一案。審判長，在上一次庭審中，我方已經提交確鑿證據，證明林婉女士在婚姻期間存在重大過錯行為。根據婚姻法相關規定，婚內出軌一方應當判為過錯方，並且需要淨身出戶。現懇請審判長當庭宣判。尊敬審判長，我方認為本次案件的核心已經超越了普通離婚的糾紛。本案案由明確，就是離婚糾紛，何來超越之說？因為根據我們掌握的最新證據顯示，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是一樁刑事案件。沈律師，我現在非常懷疑你的專業性。刑事案件需要確鑿的證據支撐，並不是你一句空話就可以立案。你要是拿不出實際證據，我認為就是在藐視法庭。我當然有實證。經過我們調查，顧宇軒曾對我當事人林婉女士施施謀殺，只是謀殺失敗了。林婉女士僥倖生還，卻永遠失去了腹中的孩子。你在胡說！宇軒哥心地善良，他私下裡一直在做慈善，幫助他人，他怎麼可能謀殺？林婉，孩子是沒了，但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賴在我的頭上。你們說我謀殺，那請問我為了他掏心掏肺，我為什麼要害他呢？好一個掏心掏肺！我就說你這麼好的演技，不去做演員真是太可惜了。你別在這裡陰陽怪氣的。對方當事人，你說顧先生要謀殺你，請問證據是什麼？還是說這是你的猜測？證據我當然有，只不過在我拿出證據之前，我先給各位講一個故事。那是在1年前，我和顧宇軒的結婚紀念日。老板，老公，老婆，你怎麼在這兒啊？今天是我們2周年結婚紀念日，我們出去慶祝一下吧。你看你現在都懷孕了，就別到處亂跑了啊！晚上我早點回去，親自給你下廚。真的？那我先回去等你，你早點回來。好。路上慢點，老婆。這個天了，怎麼還沒回來？好大的煙味！着火了！您好，您所撥打的電話已關機。我接電話呀，老公！求求你快接電話！喂，你好，這裡是消防局。我家着火了，救命！林女士，你醒了。我怎麼會在這裡？鄰居及時把你救了出來。放心，你的身體已無大礙，只是……
我的肚子怎么这么疼？你在火场里晕倒的时候，被掉落的天花板砸中了腹部，你的孩子没能保住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孩子！不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老板，老板，你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你有没有受伤？老公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的孩子没了，我的孩子！别怕啊，人没事就好，人没事就好。你好，我是消防调查队的，请问你们是火灾现场的住户顾宇轩先生和李婉女士吗？对，我是。刚刚经过现场勘查，我们发现起火的原因有些异常，不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。你说什么？那就是说，有人要害我。当时在干什么？和谁在一起？是谁？沈班长，那场火灾之后，相关的部门都出具了正式的报告，认定那就是一场意外的事故。你根本就不是意外，是有人蓄意纵火，想要我死。对方当事人请注意，法庭讲究的是证据，而你刚刚只是在讲故事，并没有实质证据。沈班长，若对方继續以虛構情節污蔑我的當事人的話，我方將立即提起誹謗訴訟。尊敬沈班長，林婉女士講的不是故事，而是事實。我們經過深入的調查，這次意外火災當中存在諸多的疑點。根據調查，在火災發生前一天，有一名燃氣灶維修工到現場。就算有維修工去過現場，但這和火災的發生沒有直接關聯，更無法證明這場火災與我的當事人有關。尊敬沈班長，請允許我傳喚證人上庭。同意。你就是燃氣灶維修工張大為？對。去年5月19日，你在什麼地方，又做了什麼？請你仔細想想，那天都做了些什麼？我那天去了一個很高檔的別墅，玉龍尊邸6棟。那不就兒子家嗎？時間都已經過去1年了，你又怎麼可能連哪棟都記得那麼清楚？是不是有人讓你提前準備了證詞啊？沒有，玉龍尊邸是咱們本市最貴的別墅，我這輩子也就去過那麼一次，而且那天是我女兒的生日，我下了班就趕着回去，所以印象特別深刻。請你詳細說說，那天都維修了什麼？我到了之後檢查煤氣灶，發現沒什麼太大的毛病，就是閥門有些老化。我本打算換個閥門，可是那個女業主自己給我拿一個閥門，非讓我換上那個。我一看那個閥門就不符合安全標準，換上之後可能會出現問題。那你換了嗎？那個女業主給我塞個大紅包，有好幾千呢。我想他家那麼有錢，應該不常開火，就換上了。給你閥門那個女業主，還記得她長相嗎？給你閥門那個女業主，還記得她長相嗎？時間過去這麼久了，這個真想不起來了。你仔細看看我，你那天見到的人是我嗎？不是，那個女業主戴着口罩，我沒看清她的長相。什麼？那天維修工看到的人不是林婉？就是說有人冒充了林婉的身份。審判長，能自由進入我家的，除了我和顧宇軒，就只有顧宇軒的助理蘇妍。林婉，你別血口噴人，不是我。你剛剛說那個女業主戴着口罩，又怎麼能證明她不是林婉女士呢？雖然戴着口罩，但是她又高又瘦，看着就像
商场里邊展示衣服的人偶模特，他們看起來個子小很多，身形也完全不同。剛剛對方證人的話只是片面之詞，單憑這些主觀描述就想定罪，未免也太兒戲了吧？我說的都是真的。對了，我還記得那個女業主塗着紅色的指甲油。对呀，他就是红指甲。你们看着我干什么？林婉，你以為你隨便找一個人污蔑我就有用嗎？他那天見到的人根本不是我。那天我在醫院做手術，又怎麼可能出現在你家？不是你。刚刚已经核实过了，去年5月19号，苏妍确實因病住院手術，把證人帶下去。如果蘇妍在做手術，那麼出現在家裡的人又是誰？審判長，既然對方的指控毫無根據，請您立即宣判林婉是本離婚案中的過錯方，並且還要追究他誹謗我當事人及其家人的刑事罪責。這些年，我為顧家付出了一切。從結婚那天起，我就全心全意地對待了這段婚姻。真正背叛的人是他顧宇軒。你出軌的照片拍得清清楚楚，別再顛倒黑白了。我沒有出軌，那些照片是你們誣陷我的。你還真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啊！那我就讓你徹底死心。審判長，我們申請傳喚證人出庭。同意請求。他怎麼來了？丁鵬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你不是去國外了嗎？李婉，對不起我。證人丁鵬，請問你和林婉女士是什麼關係？我們是情人關係。你閉嘴，別說了。你們建立情感關係是在什麼時候？大概3個月以前。3個月。根據大廈律法規定，婚姻關係中一方與婚外異性發生情感或者性關係時，違背夫妻忠實義務者，將視為過錯方，並且在離婚時不具有分割夫妻共同財產的權利。審判長，3個月前，我的當事人和林婉女士還是正常的婚姻關係。我認為這個案件已經十分清楚了，就是他林婉婚內出軌。審判長，您可以宣判了。我說了，我沒有出軌。你以為他真心愛你啊？他不過是貪圖你手裡的錢罷了。可惜啊，林婉，你也不過是個依附顧家的吸血蟲，沒有顧家，你早死了。丁鵬，他說你根本就沒有愛過我，你只是為了我的錢，是真的嗎？林婉，他們已經掌握了我們在一起的所有證據，這個官司你根本就打不贏的，你認了吧！我還要在這個城市生活，不想身敗名裂，我也只能這樣。你一直都在騙我，你個王八蛋！書記，本庭再次提醒女方要注意法庭紀律，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緒。林婉，這幾天我過得很痛苦，我一直都不願意相信你居然會背叛我，我多麼希望這是一場夢，但是現在夢醒了，我對你只剩失望。我倒是想問問你，除了丁鵬，你還有我出軌其他人的證據嗎？一個就夠你淨身出戶的了，還想要幾個？那就是沒有了。我一直都不願意相信你居然會背叛我，多麼希望這是一場夢。怎麼，你這個瘋子又開始裝瘋賣傻了？顧宇軒，為了打贏這場官司，你可真是煞費苦心。不過，我陪你演的這場戲，精不精彩？
真是疯了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婉婉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演戏啊？丁鹏，35岁，新源贸易总经理，家住锦绣府7栋302，父母健在，有个妹妹在读大学，爱好是健身、钓鱼。别在这里发疯说这些没用的。我说的对吗？对，你说的没错。审判长，请问在法庭上做伪证有什么后果？这人在法庭上做伪证是要负刑事责任的，情节严重的，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听到没有？要坐牢的丁鹏。哦，不对，应该叫你周鹏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姓丁，我叫丁鹏。怎么，还要继续演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从你出现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是有人故意让你接近我，引诱我出轨，所以我将计就计，等的就是你背后这条大鱼。上钩。所以你现在该明白，为什么我过去的这3个月内始終不願意跟你發生關係，因為我就是在陪你演戲。夠了，別再為你自己的出軌找借口了。那你們每周都去酒店開房，又作何解釋啊？打遊戲嘍。去幾千塊錢的酒店只是為了打遊戲，這種話誰會相信啊？我就知道你們會這麼說。這支錄音筆裡面記錄着過去3個月內我和周鵬每次在酒店的所有對話內容，有沒有任何越軌行為，一清二楚。審判長，我們調取了周鵬的銀行流水，他原來只是一名普通職員，月薪不過6000，但是在3個月前，他的銀行賬戶裡突然多了一筆100萬的轉賬。請您過目。更重要的是，這筆轉賬日期是與我方當事人認識的同一天。這只不過是巧合罷了。改名換姓、偽造身份接近我也是巧合嗎？您放心，我已經按照您的吩咐和林婉交換了聯繫，她對我沒有戒心，相信很快就會愛上我。其他情況我會第一時間向您匯報。是誰指使你接近林婉女士的？我不知道。是不知道還是不願意說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那天晚上我在公寓電梯裡遇到了一個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，他當時就問我有一個賺錢的機會，問我感不感興趣。他是男是女？他當時我的嚴嚴實實，我是真的沒認出來。我剛開始我不想搭理他，可後來我的手機真的收到了一筆他的轉賬通知，我才知道他沒有騙我。他讓你做什麼？幹什麼？你們都知道了嗎？讓我勾引林婉，讓他出軌。為什麼偏偏選擇你？可能我長得還不錯。證人在法庭上你要嚴肅回答問題。審判長，我是認真的。我以前拍過戲，他讓我演一個成功的人士，那肯定需要點表演的成分嘛。我想這對我來說其實不算什麼難事，還能白拿那麼多錢，我就幫他幹這事了。那個人是誰？是不是他？他當時穿着厚外套，戴着口罩和帽子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你們，他還有沒有別的特徵？有。他遞交資料的時候，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塗着紅色指甲油。塗着紅色指甲油。又是紅色指甲。審判長，這完全是丁鵬不周鵬的一面之詞，現在無法證明他說的話都是真的。周鵬證詞確實缺乏直接證據，但有人蓄意指使他接近我方的當事人，這也是板上釘釘的事情。我方當事人通過錄音證明了自己並沒有出軌，所以審判長，他們對我方當事人出軌的指控，是不是也不能成立？本庭認為，林婉出軌的指控證據不足，並不存在婚內出軌的行為。我本來就沒有出軌，這都是顧宇軒給我設下的圈套。
我反对。对方当事人，就算你们已经查到周鹏的转账记录，是否也查到汇款人的身份呢？钱是海外匿名账户转的，无法追踪具体身份。也就是说，就算有人在背后指使周鹏，也无法证明这些事情和我的当事人顾先生有关。请立即停止对我当事人的污蔑。别激动，是不是污蔑马上就见分晓。我的关键证人已经到了，他足以证明你顾宇轩涉嫌谋杀。审判长，我申请传唤证人出庭。同意请求。我没看错吧？宇轩，这不是你公司那个保洁吗？对，我看着也像他，他不是死了吗？他竟然没死，这不可能！立刻帮我调查清楚公司前保洁何红梅这半年来的所有信息。我叫何红梅，在顾宇轩公司做保洁。今天我来是为林太太作证的。何阿姨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半年前就已经死了，对吗？你们就这么判我死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尊敬的审判长，我在顾宇轩公司做保洁5年，我能证明那个有婚外情的人是顾宇轩。请问证人，你如何证实是顾宇轩出轨？我亲眼看见的。您看到了什么？我看见了一个人偶，我看见了一个人偶。他在说谎，一定是林婉叫他这么说的。你倒是比证人自己还清楚。我发誓，我没有说假话。那天在顾宇轩的办公室，我亲眼看见了一个人偶在动，像个真人一样。对方证人，我看你今年也有60了吧？有没有可能是你眼花？你所看到的那个在动的人偶，其實是一個機器人？不，我很確定，那個人偶就是一個人，一個女人。我記得那天公司放假，我拖完地準備回家。顧總，顧總，你在公司嗎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谁讓你進來的？顧總，我不知道您在公司。剛剛我聽到辦公室裡有聲音，我擔心公司又遭賊了，就進來看了一眼。沒有，今天是我太太過來陪我加班。顧總和太太的關係真好。那你們忙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哎，何姨，剛剛您看到的事情有點難為情，就別出去亂說了。你看，畢竟這裡是公司嘛，傳出去不好。顧總，您放心，我什麼都沒看到，不會亂說的。我一直以為我那天下午看到的那個女人就是林太太，但是後來我才知道，那幾天林太太生病正在住院。所以你並沒有看見那個人偶的長相，對嗎？沒有。審判長，剛剛對方證人的話只是一面之詞，不能作為直接證據，更有可能是受他人指使，在這裡誣告我的當事人。我沒有，我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真的。這是我的當事人剛剛調查到的信息，
何红梅的个人账户在过去的1年里，每个月都会收到来自同一个人的巨额转账，共计190万。而那个转账人就是林婉。所以我方怀疑是何红梅收受了林婉的巨額錢財之後，作為回報，她替對方當事人出庭作偽證。不是這樣的。你和林婉狼狽為奸，虧我之前在公司還那麼尊敬你，沒想到你為了錢，竟然和林婉串通一氣，陷害宇軒哥。我根本就不需要陷害他。證人，你這是做什麼？審判長，各位都看到了吧？我1年前出了車禍，要不是林太太幫我可能早就沒了。那些錢是林太太可憐我，給我續命的救命錢。林太太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出庭為她作證，有什麼錯？何阿姨，你知恩圖報一點錯都沒有。不過，我有一些疑問，你好端端的，怎麼發生車禍了？那就要問他了。那就要問他了。我警告你，不要亂說。你出車禍，關我們家宇軒什麼事兒？因為我看到了他的秘密，他害怕我說出去，就開車撞我。你簡直胡說八道！何阿姨，你看到什麼秘密？他想害死林太太。閉嘴！少在這裡血口噴人了。我說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心裡比誰都清楚。那天你跟那個人偶說話，我全都聽到了。他們想燒死林太太。辛苦了，何姨。林太太，我記得那天公司放半天假，中午我拖完了地，準備回家，門怎麼沒關？你家的燃氣灶我已經動過了手腳，明晚只要一回家打火，到處都會燒得乾乾淨淨。寶貝兒，只要他死了，你就是我們家的新太太。誰？等第二天，我就看到了新聞，林太太家裡真的發生了火災，林太太肚子裡的孩子也沒保住。那個週末，我在老家也發生了車禍，當時路上沒有監控，撞我的那個人也沒有抓到，但是我看到了，撞我的那個人就是他。真的假的？你也說了沒有監控，那你想怎麼說都可以啊。我說的都是真話。對了，當時我還在林太太辦公桌上留下了一張字條，我讓她注意顧宇軒辦公室裡的那個人偶。何阿姨，就是因為你在我桌上留的那張字條，我才能確定是顧宇軒想害我。你們別演了，我承認林婉給你錢治病，但你也不該拿着錢幫他做偽證啊。顧宇軒想害死林太太和我，他根本就不是好人。這些事情也只是從你們的嘴裡說說而已，想通過這些指控來證明我的當事人的謀殺罪名，根本就是無憑無據。我是沒有他想謀害我的證據，但是我有他出軌的證據。什麼證據？上次的視頻被你們調包了，這一次不會弄錯了。把視頻呈上來。這個視頻上次放過了，林婉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審判長，他這是在故意拖延時間。審判長，這次的視頻跟上次的不同，我們馬上就能知道人偶究竟是誰。繼續報告。欣欣，視頻不是一直都是你在保管嗎？這是怎麼回事？是啊。U 盤我一直貼身保管了，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。婉婉，視頻播放不出來了，現在怎麼辦啊？林婉，看樣子視頻是放不出來了。既然你沒有我出軌的證據，
那也该结束这场鬧劇了。我們按流程辦理離婚吧。如果按正常離婚程序分割夫妻雙方的資產，你最多只能分到100-200萬的婚前財產。幸好我提前多準備了一個，那個放不了了，就放這個吧。你怎麼還有？我又多準備了一份 U 盤。西京，我聰明嗎？这是林婉最好的闺蜜秦心，原来她才是那个人偶。出軌閨蜜的老公，剛剛還假惺惺的那麼關心林婉，還真是能演呢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婉婉，你要相信我。秦心，你是我從小最好的朋友，我跟你認識了20年，可是我突然覺得，我好像從來都沒有認識過你。真的不是我，婉婉，你別裝了。你早就把顧宇軒出軌的原視頻銷毀，還好我留了個心，提前備份了。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懷疑我的？我的紅指甲？上一次開庭的時候送過來的 U 盤只經過了你手，所以有可能調包視頻的人只可能是你。我特意讓你保管視頻，就是想確定到底是不是你。我沒想到。你常年在海外，所以給周鵬轉賬的海外賬號應該也是你的吧？沒錯，顧宇軒出軌的人偶是我，想要殺你的人也是我。為什麼？你為什麼要這麼對我？為什麼？你明明什麼都不舒服，長得沒我好，成績沒我，大學都沒，憑什麼從小到大所有人都喜歡你？就連學娶的人也是你。實話告訴你，你們倆結婚的第2個月，我和宇軒就已經在一起了，他根本就沒有愛過你，他愛的人是我。宇軒哥，真的是你？逆子，敗壞家風你！咱們顧家的倆都被丟盡了。從小我們是怎麼教育你的？對得起我們對你的期望嗎？你還有什麼要解釋的嗎？沈班長，這都不是真的。逆子，家門不幸，家門不幸啊！我怎麼就生出你這麼不爭氣的東西？夠了！你們兩個老不死的叫什麼叫？林婉，你不就是想要錢嗎？好，我分你一半。不好意思，顧先生，根據我們大廈的法律，凡是在婚姻中出軌的一方，必須淨身出戶。此外，我們將追究你涉嫌謀殺未遂的刑事責任。將犯罪嫌疑人顧宇軒、秦心押下去，調查清楚他們的犯罪事實。哎，沈班長，沈班長，我不想坐牢，沈班長。老婆，這一切都是秦心的主意，我沒有想過要害你的。宇軒，你……我都是實話實說，是你想要殺林婉，何紅梅也是你開車撞的，關我什麼事啊？顧宇軒，你說過的，就算死也要跟我在一起。你給我閉嘴！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會犯這種錯誤嗎？你都把我害死了。現在你看清楚了吧？這就是你背叛10幾年友情換來的愛情。這樣一個自私的男人，哪裡值得你？老婆，是我對不起你，我知道錯了，我真的知道錯了，我不該背叛你的。你給我個機會啊，我們重新開始。你不是覺得你有錯，你是知道自己要坐牢了。老婆，我們好好過日子好不好？你給我個機會，我一定改過自新的。顧宇軒，你是現在說這些話，你覺得你自己信嗎？老婆，我能理解你恨我，你就看在我把自己的腎都捐給你的份上，你就原諒我這次好不好？啊，老婆，我可是把自己的腎都捐給你，這能還不能證明我對你的愛嗎？婉婉，這個逆子他是該死，可他畢竟救過你的命啊。對呀，婉婉，
人要知道感恩，你就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就饶了他这一回吧。老婆，你说这世上有多少人愿意用自己的身去救别人呢？顾宇轩，你还真的是无耻至极啊！为了脱罪，什么谎都说得出口。你要说什么？林婉，顾宇轩根本就没有把肾给你，他一直在骗你。一个疯女人！我死了还是罪！这些都他亲口告诉我的，他自己的肾都不好，他怎么可能再给你一个？这些年以来，他一直在用谎言绑架你，利用你，为了就是让你感恩戴德，死心塌地。老婆，当时我是真的想把肾给你的，但是提前不合格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可你还是拿这件事骗了我，我为了你放弃了事业跟理想，一直圍着你轉，結果這一切都是你的騙局。把嫌疑人帶回去。秦律師，我給了你這麼多的訴訟費，你幫我想想辦法呀。對方人證物證俱在，我還能說什麼？接了你的案子，算我倒霉。造孽呀！婉婉，不管怎麼說，你這麼多年享受的榮華富貴，是我們顧家給的呀。是啊，婉婉，你也不能說我們對你不好啊。你們待我好不好，自己心裡沒數嗎？你們甚至連我的狗都沒有放過。老公，你在家嗎？老公，媽，你在這裡幹什麼？婉婉，其實這我的委屈你們視而不見，我的付出你們覺得理所當然。現在，我要拿回屬於我的一切。我兒子那是知名設計師，你讓他坐牢，對你有什麼好處？知名設計師？從我嫁進你們顧家的那天起，你們有把我當家人看待過？你們口口聲聲說是顧宇軒養着我，可如果沒有我，他顧宇軒什麼都不是。當年我輕信了他的謊言，我以為他真的把他的腎給了我。為了這份恩情，我放棄了學業陪你創業。可是他根本就沒有設計天賦，是我把自己的設計稿給了他，他才能在國際上斬獲金獎。這些年你冒用我的設計，成為了國際知名設計師，獲得了名，獲得了利。可是我沒有想到，一切都是你在利用我。你們處處嫌棄我出身低微，認為我配不上你們的兒子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真是天大的諷刺。各位，顧宇軒挪用公司資產、抄襲剽竊的醜聞在網上曝光了。看來這牢，顧宇軒是坐定了。老頭子，快，救護車，叫救護車！老婆，公司我不要了，財產我也不要了，我找你解份諒解書原諒我，你原諒我好不好？我不想坐牢。你有我的情分，早在結婚紀念日那天就被大火燒得乾乾淨淨。把兩位嫌疑人帶回去。現在開始宣判，全體起立，全體起立。本庭宣布，林婉顧宇軒離婚一案，林婉勝訴。贾毅，你涉嫌參與賭博，並在法庭上作偽證，請跟我們走一趟吧。我是冤枉的，我是被人指使的，放開我！
7年前那场官司結束後，我創立了自己的服裝品牌，憑借對設計的執着，終於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了認可，成為了知名設計師。林總，國際設計大賽的評委會議還有2小時召開，主辦方剛打來電話提醒。準備車吧，我們現在出發。林總，前2天有個叫顧宇軒的男人來找您，自稱是您的丈夫，我直接把他轟出去了。你處理得很好。我先看到你，給我！我凭什麼找給你啊？顧宇軒，如果當年你能抵擋住人偶的誘惑，或許就不會落得這樣的下場。